欢迎各位收看这部影片，我是 Nook， 这是我进入生存游戏世界以来第一部正式影片。那要为各位带来是开箱影片，要开的就是这一盒 WE-G18C Generation 4，是一把小手枪。那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购买瓦斯气枪哦，全新品。我想说它全新品，但是它已经被我抄了2个月了，目前已经抄了大概3700发左右。虽然目前看起来头好壮壮，但是也发现了不少问题。各位只要跟着我的影片看下去，就会知道了。那别忘了看完这一部影片之后，留言说说你们的看法，以及像我和其他人说说你的生存经验了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弹不出来。这装着 G18C 的盒子外观是黑色的，正面带着它的正字标记18，并明确印上了 WE 厂商的 logo。盒子每一面都没什么特别的，但在这一面则写着限定18岁以上游玩操作，警语是非常重要的，请务必看过。旁边还有个 Made in Taiwan 字样存在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下它的底部吧。底部有标示这一整盒的详细资讯，并更仔细的说明注意事项，请务必遵守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打开盒子的上盖吧，这必须先把盒子的侧面给拉开后，才能往上打开盒子。这样子就能够看到内容物了。内容物有说明书1份、G18C 1把以及 G18C 的弹匣。说明书内部是中英文合版，纵使是英语系使用者购买后也不会有阅读上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本尊了，我们就来立刻进入下一个介绍阶段吧。这边先从弹匣看起吧。G18C 的弹匣是金属制品，摸起来凉凉的，但是夏天摸比较不会有特凉的感觉。而这是前方的上弹嘴，一共可以装填25发，但不建议装到这么满，因为装上 G18C 时会因为过满而顶到飞机座的进弹嘴，你可能会因此有点怀疑是否有正常装上去。这边来给各位实际操作看看。正常来说，这样轻推上去就会卡进去，但现在则会留下一点点小缝隙。虽然说用力装还是会进去，但这样也可以得知满弹的情况下，弹匣会没办法轻易的装上。我们再把画面切回来，在填弹处的底端可以看见这边有个明显较宽的设计，只要把弹簧卡榫往下拉到底，就可以从这个地方装 BB 弹咯。这边也来一下实际操作吧。像刚才所说，将弹簧卡榫给拉到底，接下来拿出没有转接头的 WE 神龙填弹器，对准刚刚提到的缺口开始进行填弹。这时 BB 弹就会顺着洞口滚进去，基本上也不用怕它会回滚掉出来。如果你的填弹器上有转接头，那就可以对准上弹嘴来进行装填，记得要先对好一个角度，接着一只手指头压住上弹嘴的位置，这样才不会有上弹困难的问题。我现在会摇动，单纯是因为角度问题导致 BB 弹无法进入填弹器的出口处，让我挤压。各位只要找好角度就不会有问题了。这款 WE 神龙填弹器在装填后，有蛮高的机会会出现一颗 BB 弹没有正常进入弹匣的状况，把填弹器拿开时要注意哦。接下来是弹匣底部，这个地方是瓦斯进气口，瓦斯气枪必须要提供瓦斯才可以射击，请拿符合枪支设计的瓦斯来灌气，并请务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这个动作，也不要在火源附近使用。WE G18C 适合气体为 12kg 瓦斯，灌气时请将弹匣进气口朝上，瓦斯罐出气口朝下，然后读到弹匣进气口。这时请先不要立刻将瓦斯罐按压，在确定已经对准且角度没问题之后才用力按压，否则很容易往外喷气。喷气本身并不会怎么样，只是喷掉的瓦斯非常的浪费。有时候瓦斯可能会带有一些香气，但请不要像吸猫一样疯狂吸它，你会有呛掉的可能性。一般试射情况下，建议灌气时数个1到2秒钟即可。原厂只要不是气化太差，这通常可以让你打上10到20几发左右，试射来说是相当足够了。在弹匣的后侧有一个按钮，这是出气阀。枪支射击时，击锤联动撞针会击中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只要用力敲到就会喷出瓦斯。如果要徒手去按压，弹匣内有瓦斯时，会因为压力大而不好按下，需要出点力才可以按压。然后还请不要在火源附近使用。在弹匣的顶端是一个出气口，是一个长方形且平平的样子。这个出气口会和飞机座的底部进气口密合，
使瓦斯能够顺利注入枪管射击 BB 弹，并让滑套往后运作，形成一次完整的射击与附近，模仿出如同真枪的动作。弹匣的外部构造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G18C 的本体吧。G18C 的外观是四四方方的设计，这也几乎等于是它的特色了。就手枪来说，我个人并没有特别的偏好，不过 G18C 可以连发的功能变成我购买的主因了。滑套的部分是一体成型的金属，往后拉时会带动整个滑套后退，这样子就能够进行一次射击动作。接下来只需要将扳机给扣住就可以射击。我们来看一下完整运作，拉一点点会将扳机给扣住，拉到底就会扣住击锤。虽然说是拉到底，但其实拉到一半击锤就扣住了，滑套归位后它就能进行射击。如果从另外一面来进行这个动作时，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到退壳窗当中的景象哦，这会方便检查枪管中是否还留有 BB 弹。滑套顶端前方的是准星，一个突出的设计并涂上一个白点。滑套后方则是罩门，是一个 U 字形，也有人说是 U 字形。这样的设计其实还蛮好瞄准的，在瞄准时会呈现这个样子，将准星的白点放进 U 字形即可完成瞄准动作。滑套后方的侧边有一个旋钮，这是 G18C 的射击选择钮，上头会分有一个点跟两个点，一个点代表单发，两个点代表连发。不过个人的感觉是还是别多用连发，除了坏很快之外，准度也非常糟糕。在枪支左侧有一块小铁片，这个东西是滑套后定卡榫，在装上弹匣但没子弹的情况下，将滑套向后移动到特定位置时，这块铁片就会上移到凹槽之中，形成后定的状况。如果弹匣没有子弹，滑套往后移动却没有后定，可能要检查瓦斯是否足够，或者有某个机件坏掉咯。我们转往看看下枪身吧。下枪身是强化塑胶，虽然它看起来很像玩具枪，但真枪也是如此设计的哦。在下枪身的前底端有个银色长条物，这个东西是安全装置，也就是俗称的保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真枪并没有这种保险设计，这是瓦斯气枪额外设置的东西，但由于使用上很不方便，且因为非常紧的关系也根本难以使用，作为一个保险来说是不及格的。就连我询问店家时也得到不建议使用的回答。我曾经试着去抠它，但是我只感觉到自己的指甲很痛。据我了解，这是为了符合相关规定而额外设计出了安全装置，不过我查不到相关的规范。如果有熟知这方面法条的观众，还请留言告诉我哦，也给其他观众们上堂课吧。扳机的部分就很有趣了，扳机上头有一个凸出来的塑胶片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把枪的安全装置，真枪的保险也是在同样的位置。当滑套往后拉一下，让扳机弹起，扳机上头的塑胶片就会弹出来。如果你不把塑胶片给按下去，扳机是不管怎么压都无法压下去的。一旦把塑胶片压下去后，扳机便可以正常运作。不过因为这种设计存在风险，使用习惯不好的人是很容易误击的，务必要熟悉枪支的使用方式哦。接下来看看握把的部分吧。握把的位置为了能够好握，外观上也做了一些处理。首先看到左右侧这如同电烙烧过一般的样式，有没有比较好握我不知道，毕竟我的手握上去时大部分不会碰到这两个位置，我比较难以说明感受。而虎口这一侧则设计成一格一格的阶梯状，虎口以下的掌心部分都会碰到该处，但事实上接触面不太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，稍微有些粗粗的感觉而已，但是防滑效果肯定是有的。在手指头的部分，为了让各个指头方便摆好位置，各指头间有一个凸点设计，而每个指头接触面也都有防滑设计，摸上去也是粗粗的感觉哦。在枪支左侧的部分，握把与扳机的交界处有一个按钮，这个是卸除弹匣钮，按一下弹匣就会自己掉落。不过会不会掉落还是要看弹匣本身的重量而定，有的太轻或太紧就会卡在里头。整体来说，枪支的握感会觉得它有一点大只。第一次实际握的时候，真心觉得这好大把，而且也有不轻的重量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这已经算轻的了。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有点小，根据店员的说明是要用持枪的大拇指来卸下弹匣，但我自己实际操作时会卡卡的，所以我都是辅助手按卸弹钮，还能够顺便保护弹匣不会直接掉落。事实上 G18C 的重量比大多数的手枪都来得轻，轻便是它的优势之一。枪身重量495公克，而弹匣是280公克，总重才775公克，携带在身上也比较不容易感到压迫。作为一个副武器，保险几乎随时都是打开的情况，
只要拔枪出来瞄准人即可开火，可靠性算是相当的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大部分解动作。想要分解 G18C 之前，请先卸下弹匣，并把滑套向后拉，使扳机与击锤呈现待发状态。接下来，请用2根手指头扣住下枪身中央的卡榫，左右侧各有一个。在实际操作时会有些困难，建议有一点指甲会比较好处理这部分。当手指扣好往下拉时，另一只手则扣住滑套与下枪身，用力将滑套往枪口方向推出。顺利的话就会分解成功。这时你就会得到一个滑套与下枪身，下枪身已经不用再分解，因此把它摆在一旁即可。而滑套，请看它的内部。这边要进行分离的动作时，需要先拆卸它的附近簧，从这个附近簧的底部抓住后再拉起即可拆卸。我因为操作角度的问题，所以操作起来有点不太顺畅了。接下来就能够拆卸枪管。拆枪管之前要看一下飞机座是否有跟 hub 做分离，不然等一下拆解时动作会卡卡的。接下来一只手指头到滑套外头去顶一下退壳窗，外枪管便会上升，这样子就能够顺利把它给拿出来。基本上不需要像我这样这么小心翼翼啦，只是我会尽可能将整个流程完整说明。外枪管拿出来之后，就顺便把内枪管也拿出来，这样子大部分解就完成了。要组装回去就照着原先的顺序做即可。首先组装内外枪管，装好之后就放进滑套内组合，记得要对好才不会卡住。接下来再装上附近簧，附近簧要装进去有一个角度，记得不要弄错。塞进去之后，将其扣在 hub 座前端即可。最后将滑套对准下枪身的轨道，缓缓滑进去即可。装上去遇到的困难通常是附近簧的问题，滑套反复拉动通常可以解决。完毕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是试射的时间啦。由于我没有宽敞的场地所以我只能提供5公尺跟8公尺的距离。那前面那个纸板呢就是5公尺8公尺因为视角的关系所以看不到，没关系。那由于在手枪上5公尺跟8公尺其实就会有设计上的差异性，所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这次的测试靶是一张日历纸，它长得像这个样子，上面会有2个圈圈。我是因为是用手画的，所以很不圆那这个大圈圈是直径10公分，小圈圈是直径2公分。那由于我们要射5公尺跟8公尺，然后分别测试最紧的 hub 跟最松的 hub， 所以我会需要准备2张那我准备的瓦斯是目前市售最常见的12公斤恐龙瓦斯那 BB 弹是 BLS 的0.25克一般塑胶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赶快立刻去把这个靶子给装上去吧。好的，那我目前已经把 hub 给调到最松了。那子弹跟瓦斯已经装好了，可以看得到。那我就先进行5公尺，然后再测试8公尺好了，那现在设计测完了，我们去把靶子给取下来看看吧。好的，那这个是上面是我刚刚打了打5公尺的，下面则是打8公尺的。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因为我大概都是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是子弹稍微偏了左下角。
那8公尺的部分呢，因为它很散哦，它像这个已经有拖把的2发。对，有在测啊。好了，我们再重来一次啊。那上面是我刚刚打5公尺的，下面是我打8公尺的。那我可以看得到，这边一共有10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颗。啊，这个到时候因为我录那个画面，应该到时候看得到。那现在是8公尺了，那变成8公尺之后，那个鸡蛋点变很差。那我一样是瞄这个位置，可是你看现在这边有2发是拖把的，还蛮糟糕的。所以5公尺跟8公尺其实有相当的差距了。好，那么赶快进行测试，就是 Hop 把它调最紧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什么差异性了？那我们就立刻赶快去把把子把它弄上去啊！好，那一样啊，20发子弹已经装填好了，瓦斯应该也还足够。那我就一样，先从5公尺的距离开始试射，再来到8公尺啊。好了，那我现在试测完了，我那5公尺不是这样子，只把它打成9发啊。那我赶快拿那个靶纸吧。好了，那也是一样啊，上面是5公尺，我可以看得到它那个鸡蛋点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但是有一颗跑到右上角去了。画面可能会看得不太清楚，因为都白白的。那底下的部分是8公尺，8公尺很微妙的，就是不然都打在圈圈里面了。当然跟瞄准也有关系啊，不过我大部分都是瞄这个地方，有时候瞄的时候会偏到这边或者偏到这边，所以它那个弹道有点奇怪啊。那是不是10发都在上面？我不知道啊，到时候可能要看，顺便搭配一下那个影片了。好了，那 Hop 到底有没有动作呢？其实这张是 Hop 把它弄最松的状态啊。那这张是 Hop 把它弄最紧了，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性啊。这个 Hop 好像完全没有动作，也有可能是距离太短，我也不清楚。那实射大概就这个样子了，它这个集弹性，说实话不太怎么好了。以上就是 WEG-18C 的开箱。那原则上，首先想要打得准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哦。不过因为它轻巧，操作性又比较简单。那作为初阶学习对象是不错的方式之一。
那我一开始也说到了，这把枪我拿到手已经打了大概3700发左右，那上头也真的是不少问题存在啊。我们接下来再谈谈我所发现的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最明显的弹着点过于散乱，除了不集中之外，上下左右乱飞也是个问题。在查过很多资料后，可以推断出弹着点的问题大概有3种不同的位置需要处理。第一种是在枪支上，其问题是可动内外管。内外管如果不固定住，只要进行射击都会细微晃动，只用手去碰也很容易晃动。这个问题会大大的影响弹道散布位置，能够修正的话，对准度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想要修正这个问题，会需要软垫、胶带或者止泻带等等可以垫着的物品。接着是气密，枪上的气密主要指枪管和 hub 皮所组装起来的位置。在瓦斯正常进气的情况下，瓦斯会往枪管注入，但如果 hub 皮不够密，就有可能会因此漏气。如果能够修正问题，对于射程和准度也会有帮助。想要强化气密，会需要止泻带这个物品，也有人额外使用牙线缠绕在内管与 hub 皮上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问题是 hub up 下压点与下压片。hub up 这东西是影响准度和射程的关键因素。多半的 W1 G18C 原厂 hub 座都有下压点和下片不正常运作的问题。如果看进内管，就会发现上方有2个凸点存在，那2个凸点就是 hub 皮内部的凸点。现在可以看到枪管内的 hub 凸点是歪斜一边的，这就是造成准度偏差的原因之一。若要调整，就必须做一些额外的加工，才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。再来是内管太短，各位都知道瓦斯气枪的动力就是靠瓦斯压力的推挤，只要压力还存在，就能够持续推挤 BB 弹提升速度。但是 W1 G18C 的内管长度只有97毫米，因为短得可怜，多数瓦斯的压力都会在 BB 弹出去后宣泄掉，动力不足，射程就短，准度也会有些影响。解决方式只有买个延长内管，然后外头用灭气之类的配件遮住内管。第二种问题是弹匣上，夏天时弹匣在灌气后放置于下子，在进行第1或第2发射击的瞬间，瓦斯声音会稍有不同。这几发的 BB 弹都会出现暴走弹。查过许多资料后，发现是因为弹匣内部压力太大，或者击锤不够力，导致无法顺利按压出气阀。现在除了让弹匣凉下来解决之外，对此我还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。如果有观众遇上这个问题，欢迎提点并分享你的解决方式。第3种问题是 BB 弹，我所打的 BB 弹全部都没有筛选过。BB 弹必须是纯圆且内部没有气泡了才会打得直。可是筛弹是一件苦差事，通常来说，没有要比赛或者是狙击手类型的玩家是不必筛弹的。但 BB 弹确实是个影响准度的因素之一。那第2个问题是滑套的运作不太顺畅。当滑套往后拉，并在某个位置轻轻放开时，滑套就会卡住。但是这个问题完全不影响枪支运作，只不过卡在这边实在是有一些疙瘩存在。解决方案有打磨或购买新零件，但推荐买新零件来解决。由于手边还没有那个零件，我们就在之后的影片再来实际测试吧。第3个问题是这把枪的材质硬度相当的软，当然这也是因为价格相当低廉所致。虽然是金属制，但是是非常软的金属，也因此它需要保养，还要保养得宜，否则零件都会坏得很快。这边给各位看一下，我打了3500发之后，第一个出事的零件究竟是哪边？在 hub 座的下方有一个与枪身顶住的位置，这个角胶整个被撞裂，就是画面上看到的白白的部分。不过虽然碎裂了，在现阶段并不影响整把枪的运作，准度上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小事情而已。第4个问题是单发变连发，这是我在打到3700发时发生的问题，也是第一次遭遇内构上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施压与击锤无法勾住彼此，进而导致滑套后退又向前时会立刻激发下一发子弹。这个部分我也研究蛮久的，最后我已经找到方法能够让旧零件继续使用，而暂时不需要替换新零件。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待之后的影片再来讨论吧。这边先看看单发变连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。W1 伟毅是一家台湾在的钢模公司，是专门生产生存游戏枪支的厂商之一。特色是各种枪支都很便宜，也很多元。某些类型的枪还只有 W1 才买得到，像是很热门的枪支 P90的瓦斯动力气枪。不过 W1 却不是一个适合新手购买的好选择，原因就像是刚才所讲到的那些部分，枪支买来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。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玩家，枪支出了问题也无法进行修理，如果你又没有认识的好友可以帮你，这时就必须请店家帮你检视了。
如果是不良商家，还有可能被坑，所以大多数人才不推荐给新手购买，并不是因为 W1 的枪不能用，而是需要修了才会上正轨，而修理又需要你的经验。那为什么我会第一把枪就买 W1 的 G18C 呢？因为它便宜，因为 G18C 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了。再就是我想要试着让自己能够检修枪支，因为它便宜，纵使坏掉也比较不会心疼。但这只是催眠自己而已，坏了谁不会心疼呢？当初 Hub 就这样裂开，我也是心里有些疙瘩。但是因为买了这把枪，而花了更多时间在找相关资料，纵使还没有实作，却已经有很多方向可以让我动手去改善枪支了。如果我一开始就购买高价、问题也偏少的枪，现在的我应该就没办法自己找到那么多问题了。生存游戏是个不错的娱乐。光是摸摸枪，累积一些操作经验和技巧，就能够给我相当多的快乐。我个人是很期待能够下场的日子，也期待自己的枪将实力逐渐上升。未来会推出更多相关影片，不论是实战练习、开箱、维修，或是其他哩哩扣扣的东西。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感到有兴趣，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记得把铃铛给打开，也别忘记了去我的粉丝专页点赞啊，这样才不会遗漏掉任何新资讯。那么我们就约好了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我是 Noka。